这几年在美国还有墨西哥的边境，凭空冒出了大量的中国非法移民，这些人到底是怎么来的？而他们的偷渡计划又跟抖音有什么关系呢？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聊聊美墨边境的中国偷渡潮吧。Hello， 大家好，我是志奇。根据美国政府公布的数据从2022年的10月到现在，美墨边境逮捕的中国公民人数高达6500多人，跟去年的同个时期比起来，成长了超过15倍，创下了历史新高。奇怪的是以前在美墨边境抓到的偷渡客当中，几乎很难找到中国人的身影。毕竟中国跟墨西哥也是隔了半个地球远，但是在这2-3年之间，中国非法移民的出现却渐渐变成了常态。记者深入调查更是惊讶的发现，之所以会出现一堆中国非法移民，跟抖音上面流传的内容也有一些关系。为什么中国的非法移民人数会大幅的暴增？他们又是怎么样跑到美墨边境的呢？不过在开始今天的讨论之前，先让我们进行一段工商服务时间。有想过 ChatGPT 或是 Midjourney 背后需要多大的运算能力吗？你有听过强悍但节能的 ARM 架构处理器吗？如果你对最先进的运算技术感兴趣，千万别错过 ARM 执行长 Rainy Haas 即将在5月29日于台北君悦酒店带来的精彩演讲。执行长将深入的探讨当下热门的科技趋势，以及分享 ARM 是如何兼顾最高效能与最佳效率，突破复杂的技术挑战，建构一个全球运算平台。如果你是科技产业的工程师与软体开发者，或者是对于最新科技趋势有兴趣的朋友，都非常的适合来参加这场盛会。除了能够与 ARM 建立联系，现场还备有精致的茶点，全程参加者呢还有机会抽中 Apple Watch Ultra。那由于是现场演讲座位有限，马上点击下方的链接免费报名参加吧。从10年前习近平上来之后，申请移民寻求外国庇护的中国人就变得越来越多。有的人是因为经济因素，因为在中国过得很辛苦，想要在国外寻求翻身机会；也有的人呢是因为政治因素，因为发表过对于政府不满的言论，一直被公安抓去喝茶，才萌生了离开中国的念头。而这2-3年间严苛的这个疫情风控，再加上政治环境持续的紧缩，更是加速了移民潮。一堆人想办法认出中国，寻求移居海外的机会。而这其中呢，美国一直都是中国人移民的首选，主要是因为美国的移民政策比较宽松，也比较容易在当地找到工作。以前中国人润去美国的管道呢，通常是透过留学工作合法的取得居留权，或者是用旅游的名义飞到美国之后再逾期居留，也就是俗称的跳级。但现在选择偷渡的人数却在这2-3年之内大幅的暴增，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偷渡人数会暴增跟中美之间的签证问题息息相关。美国政府的数据显示2021年中国公民申请的美国旅游签证有 80% 都遭到了拒绝，而2020年呢也有超过 30% 被拒绝，是历史上面最高的2年。那即便现在疫情结束，美国在全球核发的签证量恢复到了疫情前的水准，但发给中国公民的签证量还是比疫情之前低了 90%。简单来说呢，现阶段美国不是很乐意给中国公民签证，特别是对一些低收入低教育水准的中国公民来说，取得美国签证更是难上加难，这也让他们开始寻找其他进入美国的方法。这段时间呢，抖音之类的社群平台上面出现了大量的偷渡教学，教你怎么样从中南美洲一路移动到美国跟墨西哥的边境。而这段路程呢，也被称之为是走线。只要搜寻这个标签就有丰富的内容告诉你路线该怎么样规划，要穿什么样子的鞋子，怎么样跟人口贩子打交道，贿赂当地警察价码是多少等等，规划的非常的详细。于是许多人看完之后呢，决定赌一把飞越半个地球，追寻他们的美国梦。走线的第一个关卡呢，就是离开中国。之前在疫情期间，中国政府限制护照的发行，只允许海外就学、工作或者经商的人们可以申请护照。那许多人为了出境，捏造了各种出国理由。举例来说，有的人呢在网络上面购买伪造的国外大学录取通知书，跟海关说要出国读书或者是工作。那成功骗过海关，飞出去之后呢，他们还在经过多次的转机，前往偷渡的路径上。唯一对中国有免签的国家厄瓜多呢，作为偷渡的起点。这个时候，距离美国的边境还有3-4千公里。接下来呢，这些中国人就会加入中南美洲的移民大队，用走路或是搭乘其他的交通工具，想办法抵达美国边境。但是这条路线却是非常的危险。
在偷渡的路上呢，常常要跟人口贩子帮派打交道，尤其在恶名昭彰的达连隘口呢，更是夺走无数人命的一条路段。达连隘口位在巴拿马连接中美洲跟南美洲是世界上面最热门但也最危险的偷渡路线。这个地方呢是未开发的原始丛林，没有任何的公路，所有人都必须扛着大包小包徒步走好几天。除了要忍受充满泥泞的热带雨林之外呢，还要通过湍急的河流、悬崖峭壁，一不小心失足可能就会丢了小命。不止如此呢，雨林深处还藏有许多当地的毒枭跟土匪，等着抢劫搜刮移民们的财物。那些走过达连隘口的人表示他们就曾经看过无名尸体横躺在路边，丛林里面的不少路段也都飘送着腐臭味，很可能是尸体的味道。根据国际移民组织的数据呢，去年至少有36人死于达连隘口，但实际上面人数可能远远超过这个数字。通过达连隘口之后呢，困难还没有结束接下来的路途一样非常的坎坷。华尔街日报采访了一位中国非法移民黄先生，黄先生表示呢，他通过达连隘口之后，又靠着搭船还有其他的交通工具，经过好几个中美洲国家，花了一段时间才抵达墨西哥。而到了墨西哥之后，原本搭上了公车想要继续北上，但是公车开到一半就被警方给拦截，把他抓下车，在当地关了10天。那好不容易获释之后，黄先生跟路上认识的另外3名中国人合资买了2台机车继续前进，结果他们在路上遇到当地的流氓，差点被抓走。那虽然有拖到成功但却也把机车给弄丢了。那经过了一番折腾最后他们找上了当地的华人，安排车辆载他们到美墨边境，才终于翻过围墙，踏上了美国的土地。总结来说呢，黄先生花了2个月，用掉了30万台币左右，最终呢从这个中国跑到了美国，而他也算是幸运的案例。很多人花上了100万，跑了大半年都不一定能够成功的抵达边境。那么成功进入美国之后，下一步要怎么做呢？很多中国非法移民会在翻墙之后主动向边境警察自首，这样子就能够申请庇护，以担心遭到中国迫害为理由获得在美国生活的身份。那根据美国司法部的数据，中国公民呢申请庇护的成功率大约是 58%， 也就是说虽然有一定的几率可能会被遣返回中国，但是过半数的非法移民是有机会可以留下来的。尤其现在美国缺工问题严重，对于能够提供劳动力的非法移民，美国政府呢常常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采取相对包容的态度。许多的中国偷渡客呢就是在等待庇护的期间，成功找到装修外送或者是在餐厅打杂的工作。那虽然生活并不宽裕，不过至少在短期之内有了安身立命的方法。对于许多人来说，即便过程这么艰辛但最后能够生活在相对自由的美国就已经很值得了。BBC 采访了成功留在美国的中国移民有人在采访的时候就表示他没有后悔过这个决定，继续待在中国才会后悔。我们看完了资料之后呢，觉得有点心酸许多的非法移民背后都有着满满的无奈。有的人因为疫情封控的原因，长期失业，负债累累，决定去美国寻求翻身的机会。有的人长期关注中国社会议题，却被扣上了境外势力的帽子，还被警察抓去殴打，才下定了逃离中国的决心。那如果不是对于生活感到绝望我们觉得大部分的人应该都不会愿意冒着生命危险远离熟悉的家乡。就像一位中国移民说的每个人都想去的地方不一定是天堂，但人人冒着生命危险逃离的地方一定是地狱。这句话或多或少可能都反映了非法移民们痛苦的过去。话又说回来我们原本看到新闻的时候呢，其实有点困惑。理论上呢，这应该是一个国际大事，毕竟对于中国来说，不断有公民逃到海外，不仅呢有损中国的国际形象，也可能造成劳动力的流失。而对于美国而言呢，暴增的中国偷渡客一定也会给美方带来困扰。但目前来看呢，中美双方似乎都没有特别积极在处理这个问题。后来看完了资料，我们大致也有了一些推论。在中国方面呢，可能就是因为官方不想让这件事情受到更多的关注，才会选择低调处理，避免引起骚动。而我们在微博上面呢，也有看到不少中国网友认为那些跑到中南美洲的很多都是在中国本来就混不下去的人们，少了他们也不会对中国有太大的冲击，自然不会要求中国政府要有什么作为。而至于美国方面呢，我们觉得他们可能根本没有心力去处理这件事情。我们去查了美国边境保护局的数据光去年呢，试图跨越这个美墨边境的非法移民就高达了200万人，其中呢，绝大部分都是来自墨西哥、瓜地马拉等等的中南美洲移民。相对来说，中国非法移民可能只占了1% 而已。所以说，即便中国的偷渡客人数飙升，会让翻译之类的人手比较吃紧，但就整体人数来看呢，中国非法移民并不是现阶段美国最头痛的事情。我们觉得，除非新闻越闹越大，或是美国开始担心中国非法移民会带来国安危机等等，不然双方可能不会特别的积极处理这件事情。而接下来或许可以看看中方呢会不会对前往厄瓜多的国民有更多的限制，或者说美方呢会不会调整这个庇护人数或者是政策等等，都是可以持续关注的方向哦。
那么今天想问大家，如果你是一个对于政府不满或是有经济困难的中国人，你会选择离开中国吗？ A 会我会用留学或是工作管道想办法移居海外。 B 会我会用尽全力离开中国，就算了要偷渡也可以。 C 不会，我相信中国会变好，只是还需要一点时间。替其他留言告诉我们吧。最后，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影片，欢迎分享出去，让更多人知道美墨边境的中国移民潮。此外呢，也可以点击这个地方看看间谍气球疑云以及润学的讨论。那么今天的这一期就到这边告一段落，我们就明晚再见喽。